银芯 SG13 的哥哥来了，苏果14。来 TV。先看体积，247乘以268.1乘以215，大概有19.5升。这个体积在 ITX 机箱里面不算小，但是银芯是总会给你惊喜的一个厂商。我们先看一下外观，机箱可以横放，也可以竖放，也就是主板水平或者主板垂直于地面。我们先以水平放置来介绍，顶部的 I/O 为一个重启键，2个 USB 3.0，一个 USB 2.0，一个耳机麦克风一体式接口。看机箱的左右顶部三面都是大面积的开孔，仔细看是有渐变大小的设计。背后呢是一个12或者14厘米的风扇位和3根 PCIe 插槽，这就很明显了，这肯定是性能和兼容性优先的设计了，所以这可能就是体积大的原因吧。侧板的螺丝是这种大的有点夸张的螺丝，不过呢是防丢的设计，好评。拧松2颗螺丝往后一拉就可以取掉侧板。打开3面的侧板以后，可以看到内部呢不是太常规的设计，整个机箱内部呢感觉布满了机关。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12厘米的风扇位，可以根据你的风道排风或者进风。这里呢是个电源位，放在中间算是比较特别。这个地方是光驱位，可能在这个角度看得不太出来，稍后呢我来演示。这儿还有个显卡的支架，可以根据不同厚度的显卡进行调整。侧面呢这是一个240的冷排支架，不过在使用光驱位的时候就不能使用240的冷排了，需要2选1。并且呢这块冷排的固定板是可以取下来的，对于安装来说还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我们呢拆掉顶部的风扇固定板，这样呢就会比较清楚的看到机箱的内部。这里呢看到只有一个2.5寸的硬盘位，不过官方说可不止一个哦，但是却没有找到，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稍后解密。这里呢我专门找了一个银芯的16厘米的 ET700的长电源来试一下这款机箱到底能不能装得进去。我们看一下呢，这个12伏的输出呢是696瓦， PCIe 按 CPU 的接口有3个。如果你使用这款电源选硬件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一下，安装电源呢我们需要把底板也拆开，这样呢感觉机箱呢就特别敞亮。装电源呢就这样滑进去就行了。这个呢就是装好16厘米电源的样子，也是可以的。不过呢我还是强烈建议使用14厘米的短机身电源。打开这块挡板，我们就可以看到传说中只有上个世纪喜欢喝咖啡的人专用的光驱位了。我们呢来装一个光驱来演示一下，是不是感觉特别的 old school？ 看到这个光驱我突然感觉好像要穿越了一样。记不记得我要说搞一个 ITX 工作站？所以呢这才是今天的重点。 5.25寸转4个2.5寸的快拆硬盘盒，是不是感觉有点 NAS 的味道了？我们打开看一下，这就是安装硬盘的位置，和光驱放在一起有种说不出来的蒸汽感。这个转接盒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 SATA 的供电，中间有2个风扇和4个 SATA 接口。然后我们把这个硬盘盒装进去，再把随机附带的挡板装上去，有那个味儿了。记得装硬盘盒的固定螺丝哦。硬盘的抽拉还是很顺滑的，这样快速换硬盘是不是很爽？不过硬盘呢还是需要螺丝固定在支架上，如果未来能出一款免工具的就更好了。装4块 SSD， 满了就换一块，是不是觉得很方便？这样呢可以看到里面的接口和风扇，这就是我把硬件全部装进去的样子，基本上就塞满了。因为是3槽 PCIe 的设计，我这里呢用了一张2080的火神做演示。SG14 是可以支持到330毫米的显卡，所以3080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显卡的支架也算是用上了。CPU 的散热器是我之前测过的 AS500 Plus， 165毫米高。后面呢我也装了一个14厘米的风扇，3个14厘米的风扇往外吹风，我压 10700K 是完全没有压力的。这款机箱最高支持182毫米的散热器，基本上顶级的风冷是可以随便装的。不过装了大尺寸的风冷和风扇，这个顶部的风扇固定板就不能用了。如果换12厘米的散热和水冷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装了风冷散热器和光驱位的硬盘盒，所以这个侧面的240冷排就不能用了。如果呢你没有光驱位的使用需求，并且喜欢水冷的话，是可以使用240冷排为 CPU 散热的。从后面看，装上了14厘米的风扇，感觉散热性能会特别好。打开底部的挡板，是可以方便安装散热器和背后的 M.2 的硬盘。这个呢终于算是改掉了 SG13 的问题。这个底板呢我贴了随机附送的减震脚垫，这样呢可以减少共振。侧板的内部呢有这种磁吸式的防尘网，除了平放以外，我们还可以把机箱立起来。不过立起来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底部的进风口呢会贴着桌面，影响进风，影响显卡的散热。所以呢随机还附送了这种高脚垫，我们可以把它贴在侧板上，这样呢底部呢就留出了进风的空间。其实呢就这款机箱来说，相比立放
我个人呢更喜欢平放，因为这样显卡呢就不会弯，这样呢也更有 SG 系列的家族传统。开机键呢有一圈白色的亮光，不是特别亮，算是有一个点缀，我觉得挺好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都没有说这条金线？因为一开始看到图片的时候我内心是拒绝的，后来呢觉得看到实物的时候还不错，仔细想一想呢，总比前面版是一整块黑色要好一些吧。不过呢，我想说银星的这款 SG14 正面完全没有任何五彩斑斓的 logo 呢只在侧板的一个小角落，我个人对此是给予好评的。正面没有 logo 我觉得非常棒，因为能做到这个的厂商没有几个。还有就是如果你不拆掉前面板的话，你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前面板里面还有两个 2.5 寸的硬盘位，加上光驱位硬盘盒的扩展，这款机箱最多可以同时安装7块 2.5 寸的硬盘。但是你想装这么多的硬盘，你的主板都不一定有这么多接口。还有人问过我这款机箱和 NR200 怎么选？这两款机箱的体积呢是几乎一样大的 ，SG14 是 19.5， NR200 是 20.3， 反而 SG14 要小一些。但是呢 SG14 的扩展性是秒杀 NR200 的，只是外观没有 NR200 好看，尤其是白色的 NR200。两款机箱呢都是强调扩展性的机箱，但是 SG14 做的更极致，风冷水冷3槽显卡，还有 ATX 电源，甚至还能给你一个光驱位。只是外观来说呢，我希望未来能够出一个白色甚至是粉色的，这样呢可以给这款机箱增加一点活泼的感觉吧。总结 SG14 的优点就是扩展性非常强大，风冷水冷3槽显卡 ATX 电源一个都不少，散热优秀，几乎是目前市场上唯一支持标准光驱位的 ITX 机箱。风冷的兼容高度优秀，达到182毫米，3槽显卡支持到330毫米长，3080也无压力。前面板没有 logo， 并且没有 RGB 的光污染。SG14 的不足呢，就是前面板的内部的两个 2.5 寸硬盘位过于隐藏，还有呢，前置的 I/O 没有 Type-C， 同时安装了光驱和大尺寸显卡的时候，电源的进风位会偏小。还有就是外观的设计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呢，补一句，我用这款机箱装 10700K 加2080打游戏，游戏的时候 CPU 在50到60度， GPU 呢在70到80度，完全压得住。但是呢，排出来的风呢，可以让你在寒冷的冬夜感受到盛夏的气息。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年呢，应该还会再做几个 ITX 系统，记得点一个关注，就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喽。这里是白 TV， 我是白二，我们下期再见。